我的工作呢，就是帮客户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虽然我们的关系，我们什么关系？我是希望你帮我去看看，能不能说服指挥部同意更改原本城市设计阶段的定位。我觉得这对我们都没有坏处。我相信这2家公司一定会做出一个权衡利弊的一个结果。我不希望以我个人的身份去干涉，更希望我们的关系。我们什么关系 ？Come on， 别跟我打官腔。OK， 一码归一码。OK， 那我就如实的向王总汇报了。你应该清楚，这个项目它的前景有多么好。你毕竟是王氏集团的顾问，你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权衡他们投资的得与失。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啊？我从不怀疑你蛊惑人心的能力。我就当你是夸我了。怎么了？还不高兴呢？那天我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家里有人生病了，我必须得去一趟，我万不得已才走的。我知道，就是觉得自己不太会应酬，跟他们比起来像傻子一样。哎呀，哎，瞎说什么呢？他们都能说会道理，我没事儿，以后啊，这种场面你经历多了，你就会了，都是套话。好了，我保证，以后尽量不出这种情况，好吗？哎，哎呦，我们家小可怜生病了，我来好好伺候伺候你啊。你最好了，等见。桑桑，你说这会不会是以后我们生活的常态？你想的倒是挺美的。我跟你说，也就是你生病了，你要好着，根本就不可能有这待遇。那我就享受一天是一天。别跟我这儿装柔弱啊！我不吃你这套。哎呀呀，还演起来了！你得让顾总心疼你。谁希望他呀？哎呀，我说你啊，该聪明的时候吧，这一下就拉胯了。这玛丽才一来，你立马就缴械投降了。不生馒头也得争口气啊！你别光说我呀，你最近也很奇怪，平时一周起码约会3天，跟小男朋友吵架了？还有小男朋友？帅大叔，哎，你肯定有问题，跟我说说呗。哎，千万别说是为了回家照顾我啊！我都想明白了，什么男人不男人，还是自己靠得住。我打算报一个业余的课程。什么课程啊？具体的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怎么说也是在建筑事务所上过班的人，也就报相关的课程呗，别到时候出去连一点职业竞争力都没有。你要是想学习，我是举双手，好，双脚赞成的。多学点总是好的嘛。但是学习归学习，恋爱还是得谈的。你放心，要是有那个臭小子敢欺负你，我削他。哪有人欺负我？
我去看一下水开没开啊。我看了媒体报的一期新闻，我感觉这个人对青城集团的内部运作很熟悉，然后我就开始排查了一下这1、2年内被公司开除的人，看看是不是有人在蓄意报复。咱们这么大的公司，人员流动可不小啊。是啊，我挨个走访施工队工人的时候，无意中听他们说曹大壮在青城集团有人，所以才能接到这个项目。之后我就交叉对比了一下，我才发现曹大壮跟元帅竟然是远房亲戚。还有其他的证据吗？那些受伤的家属们也承认，是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闹事的。这些家属见过元帅？那倒没有，对方跟他们联系一直用的是公用电话，钱也是让人送的现金。但我从咱们公司内部系统里调了一段元帅之前发言的视频给他们听，他们说就是元帅的事。行，我知道了。这事儿辛苦你了，我会如实向艾总汇报的。后续的事儿就交给相关部门吧。我回来了，我想死你们啦！欧琪，我也想你了。我也想你。你身体怎么样了？我要是再不回来上班，我都快长毛了。太好了，你不在这段时间，我们大这会儿都可想你了。Hello，我回来了，给大家买了零食，都过来拿。自己动手啊，别客气。别给我。你也回来了？天天看你发朋友圈，过得可滋润了。那是当然。哎，听说你受伤了，没事，这么快就回归工作岗位啊？轻伤不下火线。这个好吃。谢谢嫂子，嫂子真好。没良心，怎么不谢我？这肯定是嫂子准备的呀。对了，你跟嫂子玩的怎么样？哎呀，开心。不过就在附近转了转，也没去远的地儿。哎呀，看你这春光满面的样子。哎，竞标完公司也就他能请假出去玩了，当然是满面春风了。哎，对了，你的嫂子，你懂的。别瞎说，有好消息，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你们都懂的啊。哦，对了，为了庆祝汪希回归，今天中午饭我请。哎，米斯玛来了。我允许你发挥，是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我有让你随意去动我主要的设计构成吗？是不是上次跟汪希他们合作，让你觉得你现在有权利随意更改设计的框架和概念了？我没有，你有，你跟汪希学坏了。我怎么叫跟汪希学坏了？我是个成年人，谁能让我学坏？汪希跟着顾威，他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我希望你不要把那种自由散漫的风气带到今后的工作当中来。你既然跟着我工作，就必须按照我的做事风格来，明白吗？我怎么就自由散漫了？不是你跟我说，一个设计师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已经出师了？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这个项目的后续设计，你不用参与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到现在为止，你还觉得这是个小问题，就更加证明了你已经不适合继续跟进这个项目。行吗？咱俩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必须要绑定在一起。有的时候工作理念上的冲突，反而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关系。根本就不是工作理念上的冲突，是你完全不接受我的想法。你只需要一个绘图工，而不是一个设计师。我真的是很不理解。你一面要我冲破束缚，努力做自己，一面要对我束手束脚的控制我。你只想让我听你的，为什么？我没有在束缚你，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得对项目负责，所以必须得按照我的想法来。等你有一天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你愿意怎么去设计，没有人拦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叫控制的话，你可以退出。好。你是负责人，
我退出行了吧？祝你竞标成功。齐董，嗯，给总部大楼施工的那个包工头曹大壮被抓了。警方真是神速啊！你还记得之前跟汪希索贿的那个元帅吗？这个曹是他的亲戚，元帅被青城集团开除之后，一直耿耿于怀，想要借机报复，是他在背后指使这些家属们闹事儿的。哦，明白了。好，该处理警方都会处理的。还好不是什么恶性事件，不会影响到周镇产业园后面的发展。哎，下午各方要去指挥部开个会，你陪我一起去。好。这个会我就不参加了，你们两个商量看谁去吧。放心吧，您的身体要紧。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间接责任的，啊，去了先检讨，后面的事情再说，态度一定要诚恳。明白。那行。亲吻。哈，你们先去吧。好。你怎么来了？送给你的。送我的？当然了。我今天路过鲜花店，看见向日葵长得挺好的，所以就带了一些回来。哦，对了，我记得你是喜欢向日葵吧？当然喜欢。真的喜欢？这次的火灾事故虽然是个意外，但是施工队在消防安全上还是有所疏漏，才导致了火势的蔓延。我们青城集团作为整个项目的承建方，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我们一定会尽快的全面整改，排除安全隐患。这件事呢，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沟通过，相应的行政处罚很快就会下来。是这样，这件事情的责任呢，主要在于我们。我们艾董呢，为了这件事情也非常着急，因此也生了病，所以他今天不能到现场。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明确，不管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行政处罚，我们都会非常诚心的接受，并且会严以为戒。请转达我们对艾董的问候，谢谢。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让这个项目回到正轨上来。哦对了，第3期的研发中心竞标，艾董之前建议过，说这次采用暗标的方式，我也同意了。暗标？对，艾董说，明标少不了各个评委会掺杂更多的个人因素，相比较之下，暗标会更公平一点。我想，也可以试一试嘛。你们方汇集团实力这么强，明标暗标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这个差别不大。抱歉，我还想问一下，之前关于我方提出的更改整体规划的事情，各位考虑的怎么样？啊，我正要说这件事呢。王氏集团在周镇产业园这个项目有困难的时候，愿意注资进来，我们很感谢。但对于规划这个产业园政府的初衷是为了中意双方共同合作研发高端科技。王氏集团是以工程基建为主，想扩大工业生产区域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园区制造生产工业设备吧。对，我们王氏集团这2年就有想向国内市场转移的规划，正好有这次机会，当然是想建自家的厂房，以后更好的发展。这就跟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我们还是希望州镇产业园能以轻型的高新科技为主。那这个规划还有没有更改的余地了？抱歉，这个已经是我们商量之后的最终结论。但这个结论，您不担心王氏集团撤资吗？如果你们的王总实在是无法接受，准备撤资，我们也只能说非常遗憾。资金的问题，我们也只能另想办法。好，我会尽快的如实向王总汇报您的建议。那就麻烦你了。上次费那么大的劲都没有竞标成功，这次的研发中心，你凭什么说能竞标成功啊？哎，这是我的，你放心，这次肯定没问题啊。你的球呢？我的球呢？你的呢？所以这次竞标啊，比上次更难，我还是不太有底啊。因为这次是暗标。哎呦，行了。哎，老陈，这儿呢。啊？什么眼神啊？你这不是吗？啊嗨，来吧，来吧。这个这你得用皮杆了吧？来吧，拿杆。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如果这次再失败呢？那么其他股东肯定不会再让华云继续往方案设计领域发展了。那我的钱呢，可就白花了。哎，救的还不错。哎，老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效益和风险永远都是并存的。你又想有效益，又想不冒风险，这是不可能的。总之啊，我这次需要一个好的结果向其他股东交代，否则咱们之前谈过那些事儿，也就不要再提了吧。各位，这件事情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公司的管理层对你是颇有微词的。你可是我当初执意从意大利请回来负责州镇产业园这个项目的，结果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情。这件事情也是我疏忽了。我现在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我是想提醒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你要多上点心，否则的话，我会很为难。我明白了。嗨，各位车友，你们好啊！哎，我现在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啊，你们看看啊，虽然这儿不太出名，但是风景可是真美极了。哎，你们都看看啊！西西，你爸好帅呀！轻点。啊？什么？嘘，什么？啊？我让你轻点儿。西西，你也上班时间摸鱼啊？看我爸直播呢。哟，老爷子挺 fashion 啊！哎，那我也打个赏，刷波礼物。谢谢杜哥。房间号分享一个。我发给你。你看我。郭总，你们干什么呢？这么高兴的？看我爸直播呢。直播啊？哎，我让我。哎，别。哎，那个三方会议谈怎么样了？还行吧。你们小声点啊。嗯。喂，老郑，你演戏能不能不那么糊弄？这么多天你就去了一回医院，让我爸怎么想？他还能怎么想啊？上次我倒是巴巴的去了，老爷子理我了吗？他竟顾着跟你的姐夫还有妹夫聊天了，
他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对不对？我还去，我见不见呀？我不想再陪你演下去了，我犯不着用我的热脸去贴他冷屁股。梁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咱俩离婚这事儿，我不想再瞒着了。你爸妈估计心明眼亮的，他们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本来就瞧不上我，尤其是你爸。他们要是知道咱俩离婚的消息，不乐得蹦高就不错。哎，没准这么一高兴，他心情一好，他病都好了呢。梁正，你混蛋！你这不是乱来吗？这不叫乱来，咱俩离婚这是既成事实。咱俩离婚的时候，我给你留了一辆车，留了一套房，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已经懒得再陪你糊弄你爸了。你外边那个既然是真爱，那你就赶紧带回去，让他们老两口过过目吧。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也不想掺和了。就这样，挂了。梁正，你敢挂我电话？我就挂了，怎么着？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京城给我下发了新的人事任命，我被调到了周镇产业园项目了。那你会遇见他？早晚都要面对，我准备好了。你跟他提过吗？没有，之前他一直住院，我也不好提这事儿。没关系，我去找他谈。你坐的离我那么远干嘛？周正产业园是我回国后第一个项目，也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真心的看好你，所以我希望你把这一点转告给王总。这个项目我会给王氏集团我的客观建议，但是王总听不听，我就不能保证了。你这次回意大利之后，什么时候回上海？你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回来？只是希望你不要像上次一样失踪了就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为什么？你不是怕我又像上次一样失踪吗？你跟着我一起回意大利，就可以看着我了。之前我在意大利的时候，你不是也说走就走了吗？上次是上次，现在是现在。现在我不想走了，我去过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有你的地方最好。我这次来上海，仔细地考察了你们现在的公司，公司内忧外患，人际关系复杂，其实并不适合你。我答应王总回上海，是我在设计上遇到了瓶颈期。我是想回来转向管理层这一方面。结果呢？事实证明我不适合。你天生就是个艺术家。虽然建筑设计也需要很多的思维逻辑，但是跟管理完全是两回事儿，不适应也是正常的。上次我看了你单刚做的2个板块的设计方案，我觉得你的瓶颈期已经突破了。如果你回意大利，
就可以完全做一个自由的设计师了。我觉得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重回巅峰。如果你在这边，你还是一直会深陷在这种事务性的东西里，你就可能离建筑师本身越来越远了。你说这些我曾经也考虑过，但是这个产业的项目还没做完。设计已经过半了，而且后面的竞标你还要参与吗？我觉得回意大利一样可以设计啊，说不定你会有更多的灵感。我答应过启动回上海，是想帮方慧度过这个难关。我觉得你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你在这边是不是还有留恋的东西？那你仔细想想吧。我订了周5的机票，想好了告诉我。周镇产业园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就不用我跟你多说了吧？你应该很清楚。我明白。尽快把所有资料都熟悉一遍吧。接下来就是1期、2期的施工和后面2期的招标了。下周研发中心的招标由你来定。后面2期招标，方慧都会参加吗？我倒是不希望他们参加，避不开呀。谁让人家是意大利那边和政府那边看好的呢？再一个，人家还有解决资金缺口的功劳呢。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好好干吧。艾总这几次特意问到你呢，可见是对你寄予厚望啊。好的，我不会辜负艾总的信任。你可是我当初执意从意大利请回来负责周镇产业园这个项目的，结果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情。如果你在这边，你还是一直会深陷在这种事务性的东西里，你就可能离建筑师本身越来越远了。我不需要人陪我吃饭。顾威，你在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留恋的东西？什么乐意跟我做的？我好恶心，我的心意，我就。是谁呀？想让你先上去，一会儿就上了。去吧。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就是你的开场白。在消失了半年多以后，第一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好久不见”。对不起。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吧。就在这儿说吧。这是当初你借我的钱，算。你欠我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就不想问问我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吗？难道你不该问问我这半年是怎么过的吗？到底谁给你的自信，觉得我还对你感兴趣？我现在只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是很冤我。我当然怨你，我还恨你，我恨你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恨你说抛下我就抛下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办，我多担心你。为了你，我放弃了我的学业，只是回到中国来。我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撑到今天的，要不是因为我恨你。可能我还需要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们桥归桥，路归路。王希，听到你过得很好，我真的替你开心。其实这大半年，我不止一次在想，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么做。可是这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你知道吗？当初我走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挣到钱，然后重新站到你面前，把你追回来。可惜我现在才知道，有些事情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越是害怕，越需要夸张，越爱上你的下场。还好你来跟我说的这些话，让我知道我过去深深爱过的那个男人他还在。时间荒凉，只留下玫瑰的余香。放过彼此。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看我的手下怎么全是风浪，痛到钻心却难忘。爱上你这一场，才知道我的坚强是一种假象，是一只惊弓之鸟许我的逞强。越是害怕，越需要夸张。爱上你的下场，
还是一个人逃亡，时间荒凉，我心碎不需要欣赏。进。来了。你怎么突然找我来你办公室啊？坐。因为我的某些原因，这些事儿我一直没能说。这段时间你心情不好，对我总是忽冷忽热的，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琢磨来琢磨去，也只有这个原因。现在好了，我的事情解决了，我也可以告诉你了。对不起啊，让你心情一直不好，让你受委屈了。没事，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让你承受了这么久的心理压力，是我不对。虽然我们现在在公司里还不能公开，但是很快我们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没事儿，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就行。杜总，听说了吗？听说什么？有八卦？这可不是什么八卦，据说顾总要跟玛丽莎回意大利了。你从哪听说的？现在公司都传开了，听说好像有人听到顾总给齐总说要走的事儿。不可能，那中信产业园怎么办？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现在产业园的项目都已经进入正轨了，而且顾总以前本来就常去意大利，现在功成身退，那也很正常。再说公司现在还有申总，关键是顾总要是跟玛丽莎一起回去，那岂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西西他要知道的话，那岂不是他？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惹事儿了。王希，你找顾总吗？他现在不在。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他吗？不用不用。哦，好。公司下面的人都在传，顾威要回意大利，
我把他们都训了一顿。周镇产业园是最关键的时候，这种话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周镇产业园的项目进展顺利，已经过半。顾威即便是回意大利，也可以进行远程指挥。他真要走啊？这怎么行啊？他是这个项目的定海神针，虽然可以远程指挥，但是人不在肯定不一样啊。我当初招他回国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帮个帮会拿下周镇产业园的竞标。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2大板块，即便顾威要回意大利，我也可以让沈伟银来全面负责研发板块的竞标。之前中标的2个板块，规模那么大，要求又那么高，总得有人盯着。不过现在还不是讨论后续负责人选的时候。毕竟顾威只是给我打了个招呼，在他没有做最后确定之前，他仍然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您拨叫的号码暂时不在接听，请稍后再拨。我以为我很坚强，心里有铁壁铜墙，可泪水根本没有跟我商量，偷偷流出了眼眶。原来爱这么荒唐，太认真反而遍体鳞伤。看我的手相，怎么全是风浪？痛到钻心却难忘。爱上你这一场，才知道我的坚强是一种假象，是一只惊弓之鸟许我的逞强。越是害怕，越需要夸张。爱上你的下场，是让我飞蛾扑火，又哭着散场，是带着回忆开始一个人逃亡。世界荒凉，只留下玫瑰的余香。我心碎不需要欣赏。